我一一涉足。当春风轻拂鲜花，漫步遍野复苏。春意无阻，少年风骨，天下谁共筑？教育我，我定不负。或动辄千古，或落入尘土。人世间反反复复，谁人有感颠覆？破天地之苦，这一生傲骨。历练缱绻，我才醒悟。来一场豪赌，赌我不回主。不期望世人会将无畏的人都记住。捧一把孤独，洒向这江湖。寻找过往，只见了一书。和元宝一起闯剑来江湖，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益达随时随地交出自在好状态，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本命机缘，风头正劲，华为 nova 15系列带你探索剑来江湖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生在什么门户姓什么，全由不得我，可该走什么路，我想自己决定。这些孩子交给你，最少护送到大理边境野夫关。我大理铁骑奉朝廷之命，缉拿叛贼，违令者杀无赦。有白玉京在此，13境之下，皆可杀。他们说这是教化，是引导向善，是大道之行。一群自命不凡的老不死，用他们那套陈腐的规矩，像塑造泥偶一样塑造。他们让我诵读那些他们自己都未必明白的经历，要我压抑心中所有的情绪，磨偏我全部的棱角，变成一个所谓的人，一个符合他们三教理想的人。凭什么？就因我身为异类，因我血脉里带着不属于这个人间的东西，都是狗屁！什么狗屁教化，狗屁大道，全都是用来粉饰他们想掌控一切的野心。孽障，放！够了！这些因果还轮不到你管。出于私心，若他不逾越规矩，留他有何不可？这世间不该只有以强凌弱这一种道理。他跟那些人不一样，但我也不懂他，因为他，我才选择变成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存在。陆老、栾巨子，准备的如何？目前白玉京的12楼飞剑，皆已关联整个大理气运。若是同时祭出，恐怕20年内都难再驱使。木儿，你随陆先生学习旺气之术有一段时间了，能否探知那人的境界？感知还很模糊。陛下有些心急了，堪舆之学岂能一蹴而就？何况那人刻意隐藏修为，宋穆有所感知，已是出类拔萃，天赋远超同辈翘楚了。我儿子嘛，老夫观其气象，那人11境的可能性居多，12境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陆先生，眼下白玉京尚未建出第13楼，如果对方是第13境修士，该如何应对？13境，你只需知晓，那11境的风雪庙阮氏在宝平州已是极光片羽，而那13境的仙人，即便是在天下最大的中土神州，
已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更何况，上5境中最后2境早已失传，故而13境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传说了。一旦跻身此境，就会被天道察觉，被迫飞升，故而得名飞升境。至于飞升何处，肉体魂魄如何，老夫就不曾知晓了。可万一真是13境呢？万一真被你小子乌鸦嘴说中了，也无妨。我大黎不正是靠着将那些万一逐个打破碾碎，才从卢氏王朝的附庸走到了今天？这些道理，宋玉章应该早点教给你的，只不过他不敢罢了。你娘亲看好你弟弟，不过我更看好你，否则你也活不过那年雨夜。原来是你。至于那位齐先生，是我有愧，大黎对不住他。可你是他的弟子，就很好。你这小毛贼，偷我大黎龙器倒是一点也不客气，可别只进不出，否则长春宫的水井就是你的新家。哼，胆子这么小，当初还敢一次次跟齐先生发脾气。奴婢不敢。来了！面对围剿，不是逃跑，而是杀向京城。宋牧，该你出手了。一气化三清，3清化9霄，9霄生12，飞剑列周天。天火、地火、人火、劫火，四方五帝聚真气。离火断魄，照肝胆；寒水洗剑，敌神魂。前3连袭，坤6断；12重楼，剑气悬。今以心火为引，社稷为凭，号令尔等。香火，砥柱，震岳，三海，陶之，雷霄，紫电，金书，梵音，浩然气，红妆，云纹，起剑。坐镇大黎山河气运的12正神，我宋牧奉大黎皇帝敕令，命你们结剑。居然连我们都要上，看来这骨头够硬的。恐怕我们还不够数。东岳凤之领剑，中岳凤之领剑，西岳凤之领剑。北岳凤之领剑，南岳凤之领剑，这可是立功的大好机会，绝不能让这贼人闯入京城。大胆狗贼，休敢在我大理御空飞行！
来势汹汹啊！我是赵大力皇帝，识趣的就滚吧！有大理12正神在此，休想越过京城半步！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！狗贼，就是走吧，败给我不丢人。我大理东岳正神有不战之理。又是个呆子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了，直接躺下不好？看个门儿，玩什么命啊？怎么会？东岳正神的金身还有飞剑，就被击碎了。这不可能！行百里者半九十。再来！西岳听令！大理如此欢迎我阿良，这剑再不出，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呼，不对，是刀。老师，他到底是什么境界？10境、11境、12境，不可能！他已经是12境巅峰了。失算了，难道真是那13境的神仙？13境，栾巨子，13境。可是这大理不可败。狗贼休逃！山河炽烈，醉饮山河胆，一斩要分空。剑气，烈云阳，蒙字贯长虹。来，还有哪个不怕死的？剑锋，雷笔墨。万古整孤火。狗贼哪里逃？孽的，怎么不孽了？受死吧！都给我听好了，打死的是巨蟒。浩然，剑一出。扫尽不平路。你们大理没几个能打的呀！大理5岳都败了，我们根本没有胜算。栾巨子，还得多久？陛下，墨儿，起身祭剑吧。13境，居然有13境，原来我就是解决那个万一的代价。而且你知道我别无选择。你可以选择站着死，祭剑吧。墨儿放心，老夫会为你护法。你只需全力击剑，那狗贼在阵中必死无疑。如果我死能碾碎这个万一，那我宋穆接剑！击剑！这假东西还真厉害。去！
怎么样？愚蠢之计，解决掉了吗？这刀还不错，但保平用还得放一放。大梨，可要接好了！不好，冲白羽京去了，快拦下来！都给他让开吧！不可！国师大人，怎么会？大的老的都快滚出来，老子赶时间。石镜武夫，大黎宋长靖，愿酣畅一战，虽死无憾，不枉此生。不错。喂，里头的5个，哪个是大黎皇帝？还不快出来磕头认错！我数到10。1。我有止境宗师的体魄，神仙刀也不过如此。怎么，这就用双手了？听说你扬言要单手锤杀齐景春，这剑气竟能直接震碎体内经络！让开！墨家雷甲。阿良前辈，能否就此收手？你是那个栾什么来着？墨家栾长野。哦，我就奇怪保平州怎么有人能造出这么一个拙劣的小号白玉镜，原来是你呀！我造此楼时，曾向齐先生讨教过。齐景春人都死了，还能拿他当这白玉镜的护身符？脸皮比我阿良还厚啊！我跟前辈没法比。齐先生说起前辈时，也是前辈此时的表情。别以为你这缓兵之计我看不穿，我若再劈头，齐景春为大黎国运带来的裨益，我会全部收回来。多有得罪，大黎宋正纯见过阿良前辈。你就是大黎皇帝？行了，身为帝王还敢偷摸机身炼器，是实境修为，胆子不小。伸出头来，让我砍一刀。好，我死后只求前辈不要为难大黎。跟我谈条件？还没睡醒吗？陛下，胡说！阿良，不可以杀他。崔禅，你这个不争气的王八蛋，还有脸来见我？真当我阿良不敢把你一刀砍死？阿良，是你当年亲口说的，我崔禅可以走自己的路。任何人在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会付出代价。但是阿良，齐景春后半生的心血都在大理。你放屁！人都没了，还有脸跟我说这个？我说的是事实。齐景春真的希望大黎能够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，哪怕到最后他只有失望，你也不能否认齐景春选中的人依旧是大黎龙泉县的孩子。
从小就喜欢跟齐景春争这争那，争不过就争不过，有什么好丢人的？玩弄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伎俩。老头子这一生惊天动地的壮举多了去了，哪怕最后自囚于功德林，依旧洁净温和。齐景春也一样，可你崔禅就不行。先生一向器重齐景春。放屁！你崔禅就是太聪明了，心比天高，哪里想得到最后齐景春都能跟那些老王八蛋打得惊天地泣鬼神，你崔禅却沦落到不人不鬼不神不仙的下场，咎由自取啊！所以不为我，也为齐景春。阿良，请你就此收手。不说了，跟你这种钻牛角尖的聪明人讲道理，我不如找李怀那个小王八蛋吵架去。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头子，他说你所追求的学问其实不错，但是做的不对。他最后还说，你的字帖写得真漂亮，早知道是这么个师徒反目的光景，当初就该多跟你讨几张。先生也觉得自己是有错的。老头子嘴上不认错，你们做学生弟子的蹭吃蹭喝那么多年，就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？老头子的通天本事和为难之处，别人不知道，你崔禅还不知道？先生错了，先生的错，先生错了。大理皇帝，算你运气好。我的长生脚。放心，他缓2-3日便可无恙。魏部，老刘的命是你救下的，我个人欠你和齐敦山一个人情。顺手为之而已。那位捞起你金身的少女转世，我会让长春宫倾力栽培。我会吩咐他们，返回大离京城的时候，先步行走过齐敦山，再与共背归。无以回报，只能再谢你一次了。那么多次轮回转世，早就不是他了。你为此耽搁了那么多年正道金身，如今还不愿意放下吗？既然拿得起，就没有放得下的道理。我不懂。我有一事很好奇，你身为京城守门人，先前为何不完整递出一剑，对付那个刀客阿辽？刀客？他可不是什么刀客，向他问剑我还差得远。我年少时之所以选择剑修这条路，就是因为他。你们宝平州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，但你应该听说过，当年3死之争，有人仗剑硬闯2座儒教学宫，那人之后去往剑气长城，砥砺剑道100年，更是在那场决定人妖2族命运的13之争中，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。你被他捅了一刀还活蹦乱跳，够吹一辈子了。圣人天地，规矩使人，此处人间不可久留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别给脸不要脸！当初你干的破事儿还不够吗？催你娘的催！有本事下来打我呀！来啊！哎，这把刀帮我还给那个叫李宝平的小姑娘，她是我朋友，记得客气点儿。没问题。将来小宝平策马饮酒，配刀别葫芦。你们人间有眼福喽！再敢对那群孩子动手，我阿良就算是破开天幕重回人间，也要让你们大理王国记住了。来，天上的告诉我，是佛法远还是道法高呀？到底是谁的本事大，拳头更硬？居然是
巅峰，彼时四境。那就跟我阿良给你们打过再说。你总喜欢跟蝼蚁讲道理，这家伙就跟你不一样。可我为什么觉得还是你更好一些？他可是阿良，天底下最潇洒的剑客。老头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有他们在，才是有希望的人间。这个人间，好看得很，好看得很呐！为了这样的人间出手，才是我阿良。老大见仙，这是我阿良送剑气长城的大礼，务必收下。镇业、紫电、金树、红柱、云纹、浩然气。哼哼，诸位体剑。奉狗日的阿良！都给我等着！豪杰捉贼，剑修杀妖，随我一起干他！今日练剑状态不佳，你的先不见了。那来2敌1打吧。心自在，剑自来，一打，交出自在好状态。当我回归，众生皆需俯首。这个世界不需要一个毁灭它的神明。燃尽我的5枚火种，也燃尽这条灯神路里唯一成神的可能。洪浩辰，你这个疯子！大人，灵风霜主力军来了，准备登岸！所有人抄家，随我上！阿宇，咱俩到底还是要在战场上相遇了。
请随心挖跟我说，纵马踏岁月。我大理可以站着死，绝不跪着活。要不我们一鼓作气，斩草除根，除掉这个心头大患。这场无妄之灾，我该怎么办？等死。老仇死，一定要这么记仇吗？当然。天下人间各有各的规矩，相安无事，世道清明，天下太平。我儿子也是你能好取的，你去打死那条畜生！怪是怪你自己找死！只要是个人，到了懂事的岁数，就要讲道理。